Hello，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那截止到2023年8月2号凌晨啊，参与复现 LK99这个室温超导实验的机构呢，又有点调整啊，就是有增加，也有一些更新。我们特意在地图上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看得更直观，很有意思哦。我们先看一下啊，目前来说呀，先到研发的这个最早的地方啊，就是量子能源中心这个地下室再瞻仰一下。如果这个事最后真的是真的，那这个地方真的要在韩国呀成为一个供人瞻仰的这么个地方了啊，一个跨世纪的发明就在这么一个地下室里边出现了啊。哎，这是不是李世培啊？当然了，开个玩笑啊，已经有人有一位女士呢，在韩国的女士呢，在韩国的中国女士呢，已经去敲门拜访去了。我不知道她见到没见到人，就去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那当然了，目前参与复现 LK99室温超导研究的最多的机构还是中国。中国呢，目前有确切报道的、有记录发表的，已经有8家了。当然，可能还有很多悄悄的在做的，是吧？我们看一下这8家从北到南都有哪些，包括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物理所、曲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哎，那么这8家机构里边有3家已经做出了样品，并且体现出了比较一致的部分磁悬浮性。这3家是谁呢？就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这是一个新加入的，很有意思。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啊。那华中科技大学它是在武汉市啊。华科大呢是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专业。那但这次呢，他们在这个复现 LK99这方面还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最早的时候呢，他是以一个化名叫南技师，在这个知乎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后来呢，他们比较早的就做出了这种抗磁性的样品，并且呢，也一直是在引起大家的注意。最后呢，他们也公布了他们的真名是一位叫5号的博士后和另外一个同学以及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那么这个实验目前他们做出很小的一个颗粒在这个放大镜下呢，体现出了一定的这种抗磁性那么其他的实验呢，因为样品太小还没有做。那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科技大学。这个中国科技大学我当时有点犹豫，我不知道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是中国科技大学。如果说简称的话呢，有2个中科大哦，一个是合肥的，现在大家看到的中国科技大学，还有一个在北京的就在中科院物理所边上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你要说简称的话，可能都叫中科大。那么中科大呢，他们也合成了这个样品，并且呢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特征他们最早的时候他在知乎上的那个名字呢，我们把它划到个人参与实验里面，叫半导体与物理。实际上呢，他们现在已经公布了机构，就是中国科技大学。那第3个是曲阜师范大学，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可能中国的朋友知道这个地方，也不一定知道曲阜师范大学，是吧？那国外的朋友对曲阜师范大学肯定更没听说过了。但是我跟你讲一个人，你一定听说过，孔夫子，孔子的老家，这么个学校。那这个学校虽然不是很出名，但绝对是根红苗正。但是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复现 LK99里边表现的这么积极，又表现的这么出色。他们不光做出了样品颗粒还很大，也表现出了这个比较强的这种抗磁性特征。和华中科技大学做出来那个视频是一致的，你看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吧？他们这个曲阜师范大学，我不知道是985-211或者怎么个排法，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很靠前的。但起码来说呢，他们在复现这个实验里边还做出了不错的这个成就那现在呢，看起来这个事情起码咱们国内有3家机构比较靠谱的做出了样品，并且有视频这个现场校验为证。所以呢，是不是完全悬浮？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过程，但表现出了这个一定的这个
这个悬浮性，就证明原来 LK99 啊原始李时培的那个论文前半部分就非常可靠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样品比较小，哎，做这个电阻实验呢，可能还有个过程啊。这是中国啊这8家机构我们给大家看到的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国外的啊研究这个东西的一些情况。我们看一下国外的情况。那么国外的呢，一个是美国啊，美国呢有4家实验室，包括个人在从事这个的研究。那么这4家呢，在东海岸、西海岸都有啊。那么最早呢发出说你这个不靠谱的，就是这个阿贡国家实验室啊，他们对这早期啊对于 LK99 的这个论文啊，包括复原这块呢，都表示啊比较悲观啊，他们就是基本上否认了这个论文的内容以及啊它可能的这个结果。那现在看起来啊，他这块呢也可能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实验过程。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很理想啊。那么第二家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叫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视频说的那位女士，用计算机在模拟了她这个晶体结构之后啊，提出了自己一些独特的意见啊。那这位女士呢是爱尔兰的一位物理学家啊。那她这个对于这个超导研究啊，包括电子自旋研究呢，也一直在做啊。那第3家呢就有意思了，第3家、第4家其实都是个人的。第3家我们说第3家吧，就是 Andrew McLeap 这个安德鲁啊麦克利普啊，他是在这个 Verda Space Industry 工作。那么我们呢就暂且以他工作单位来标上这个地方啊，他是个人啊，还在做实验。目前来说呢，还没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结果。那在欧洲啊，是有2家公布的在做啊。那一家是在法国啊，一家呢是在俄罗斯啊。那在法国的这个叫法兰西学院啊，在法兰西学院里边啊，这个他们呢已经做出了部分的样品啊，那么正在进行这个 X 射线分析，以及这个试图啊找到这个实验中的一些步骤上的这个错误的地方，再次做实验。这是法兰西学院。那欧洲的另一位啊，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一位生物学家，他在这个自称是在基因研究所工作。那他的复制实验啊，也是最早的个人的成功的。他自称呢，也表现出了一部分磁悬浮，磁浮性啊。这个 Iris Alexandra 听起来像一个女的名字是吧？那么这是欧洲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呢是印度的这个机构啊，就是印度国家科学院呢，也是比较早的就做出了样品，但是呢效果不好。后来呢他们又和这个原作呀，就是李时培沟通，就是做了一定改进。那现在呢他们的结果呢还没有出来。这就是这个所有的呀关于LK99 啊，这个复线研究的这些机构，我们在地图上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边有一个新的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曲阜师范大学，他加入了这个团队复线，并且很快就做出来了。有人说，别人这个已经做出来的成果，你们再做一遍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啊，很多时候呢，跑第一的不一定跑到最后。在过去啊有很多的例子，你比如说日本科技的发展啊，很多也是这样。那么中国呢，在很多的时候这种模仿创新方面也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总归来说呀 ，LK99 啊这么一个划时代的东西啊，很有可能变为现实啊。你做好准备了没有啊？特别是相关的行业的朋友，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要来了啊！就从这条平凡的街道开始。好的，关于这个 LK99 啊，它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大家聊到这儿啊。您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